这个死了。没死，还有气。割不割？进了净身房哪有不割的？你的职业道德在哪里？行，老吴，这个小嫩鸡给你了，我去喝酒。别挣扎了，你被卖到了这里，我们给了6两纹银，你以后就是宫里的人了。我的刀快，不疼。刀子匠，你是净身房的？哦，终于明白了。别怕，在宫里当太监总比在外面饿死强。你大爷的，你敢割了老子，老子跟你没完！狗贼，李成道，我必当面南梁，屠尽皇族，杀！少将军，你是少将军？吴叔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白狼山一战，狗皇帝设下埋伏，我们骁骑营死战，我中箭跌落悬崖，醒来后发现都没了。我试图寻找老将军和小将军的尸首，但是没找到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老将军的人头被蛮族可汗耶律洪做成了酒杯，4位小将军的头颅被西夏拿走，做了招提寺的镇祀之物。只有少将军的尸体没有下落。我想过刺杀狗皇帝，但我一个人势单力薄，又想着少将军可能还在人世，我才苟活了下来。苍天有眼，今天居然遇到了少将军。吴叔，你放心，10万兄弟的仇，我家族的仇，我一定报。少将军，这里是东周皇宫，你快些走。你是龙家唯一的血脉，你不能当太监。可是吴叔，你放我走，你怎么办？我有办法。净身九死一生，流血死掉很常见。我就说你没挺过这一刀，死了。哟，老吴的刀子就是好，这刚割完就活蹦乱跳呢。总管过奖了，还不见过总管魏公公？小的见过魏公公，以后还请魏公公多多提点。人长得不错，割了以后啊，这皮肤会更好，是个俊俏的胚子，把人送到厂子去。这精神头应该是能扛过去。等好了，我再来看送到哪里去。小笼子吧，跟我来，今日带你去西宫四公主那里。公公，四公主是什么样的人？公主当然是好的，就是脾气有些差，不高兴了就杀人，最喜欢杀太监。杀得多吗？也不多，这个月才杀了5个而已。1个月5个，不算多。你胆子挺大，今日初几啊？哪有什么胆子，今日初2。小笼子，别想那些没用的，你都成了太监，想什么呢？到了这里，你要记住，绝对不可以抬头看四公主，敢抬头看四公主的太监都死了，记住了。小桂子，怎么就1个太监？我们还缺4个呢。姑姑，净身房的太监大多刚来，还没恢复。这个好了，就给您送来了。抬起头来，叫什么？小笼子，记住了，在西宫你要低头做事，这是你最后一次抬头，以后走路眼睛看脚尖，记住没？记住了，姑姑。公主正在沐浴，去厨房提热水。是。公主，您这身材真好，奴婢都眼馋了。玄衣，好在你是个女的，你若是个太监，敢这样说，早把你斩了。哪个太监敢这样说？就是瞅一眼也要被挖了眼珠子。你敢偷看本公主？拿下！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偷看公主！说吧，要挖去双眼还是砍头？我没有偷窥公主，我在看书。看书？你一个小小太监，你能识字？小的本是书香世家，家里遭难才沦落为太监。书香世家？那你说说刚才那本书如何？狗屁不通，这人根本不懂诗文。哦，你知道这是谁的诗论吗？这是南梁诗文大家虞世南的著作，天下的文人墨客都遵照他的诗论写诗，你竟敢说狗屁不通？他说诗文要起立对仗，这是小孩子的伎俩。所谓诗言志，歌咏言，在心为志，发言为诗。诗文在于意境，而非堆砌辞藻。这个什么虞世南狗屁不通？那你做一首诗看看，如果做得好，本公主饶你不死。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。不错，是一首好诗，你果然会作诗。小的世代读书人，当然会作诗。好，带下去，挖去双眼。公主，你不是答应饶了我，为何言而无信？本公主答应饶你不死，没说不挖眼睛。放心吧，他们的技术很好。如果挖了我的眼睛，我就去死。带下去，狗眼先留着。公主不杀吗？明日再说。
或许用得着。小聋子，刚割的吧？还挺像个男人。嘻嘻，这里是监牢，你喊破喉咙也没人会救你。那我就一头撞死，我死了，公主一定找你们算账。切，没意思，看你运气。明日若是用不到你，你就等死吧。敢偷窥公主？两位小姐姐，你们要干嘛？小龙龙，你唯一的活命机会来了，看你运气了。我看希望渺茫，就凭他。两位小姐姐怎么称呼？别问了，等你过了这关再说。就是如果没死，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认识一下。今天谁来了？南梁、西夏。南梁使团出使东周，在大明宫斗诗文。东周这边处于下风，所以蒂洛西把你拉过来助阵。赢了免你不死，输了投胎去吧。余弟，如果你们东周对不上这首诗，那钓鱼城就是我们南梁的了。南梁使团这次提出斗诗，如果南梁输了，他们把临江城送给东周；如果东周输了，他们占据钓鱼城。他写的什么诗？一首有血的诗文。给我看看，行不行？公主放心，这种垃圾诗文也配拿出来丢人现眼？等等，我做了一首咏雪诗。只听说四公主格斗刺杀之术冠绝天下，没想到还能作诗。我还以为四公主不识字呢，没想到居然能作诗。我打仗能杀你南梁将帅，斗诗也能压你一头。听好了，请四公主引来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，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妙哉！承让了。那请问太子，你们的临江城是不是应该献给我们东周？不，这首诗虽然好，但也不能完全胜过我的诗，只能说打个平手。对，四公主的这首诗和于大人的诗伯仲之间，难分高下。哼，如此说来，斗诗难分胜负了。那为何刚才你们说赢了？真是巧舌如簧。文斗要分胜负，最好的办法就是对对子。我们各自出上联，然后对下联，这个可以分胜负。听说于世南曾经在望江楼上对对子，把一个书生对得吐血，投江自尽。有这么厉害？是啊，他外号对穿肠，天底下没有人能对过他。女帝，你们东周似乎已经气馁了，你们可以当场认输，省得丢脸。于大人曾经在望江楼上和你们东周名士钱俊对对子，钱俊对不上，当场吐血投江。这大明宫外只有一条冰封的河，投河自尽有点困难啊。不如先在大明宫的房梁上挂一条白绫，谁输了谁上吊，如何？对对子，行不行？没问题，先把白绫挂起来，老子对死他！你们说话也太满了，先对了再说，谁上吊还不一定呢。好啊，四公主果然女中豪杰，居然这么有自信，那就开始吧。我们是东道主，你们是客人，你们先来。国之将亡，必有老而不死是谓。于大人，你觉得如何啊？嘿嘿，算是平手，该你们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我们是南梁使者，你们竟敢骂我！怎么就是骂你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唯独忘了8，这是骂我王八。罢了，这一次算你们赢，这次我来。四公主，不要当传声筒了。老夫知道是那个小太监在出主意，老夫就跟他单打独斗。可以，不过先把白绫挂起来，谁输了谁上吊。好，你别后悔。请公主挂白绫，你行不行？别逞能。我是个男人，当然行。闲看门中木，丝间心上甜。蚕是天下虫，红是江边鸟。地为宣纸，河为墨，小小太监也敢花。天为棋盘星座子，区区老贼也能下。哼，该你了。听好了，望江楼，望江流，望江楼上望江流，江楼千古，江流千古，东周风骨流千古。于大文士想出来了吗？我站着腿麻。于大人，如果你主动认输，本公主可以准你投江，和钱俊一样。于大人，你赶紧对呀！太子殿下，这个对联太刁钻了，微臣对不上。好，能主动承认输了，也是一种魄力，不愧是南梁文士魁首。等等，3局2胜，
你们才赢了1局而已，再来。没错，3局2胜，这一局算你赢。什么叫算我赢？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。千钧当日输了投江自尽，你却狡辩，老贼果然厚脸皮。你一个太监，竟敢如此嚣张！老贼何必动怒？我是个太监，但我现在代表东周，玩不起别玩。那个白绫适合你，挂上去吧。来人，给老贼搬凳子。再来琴瑟琵琶，王在上，魑魅魍魉，鬼在旁。你敢无礼！哼，本就是4只小鬼，什么王在上？太子殿下，这是斗文，不是斗武。好了，该我了，准备好了吗？于老贼，就这，你对吧？雕虫小技，于大人对他。大哥，这句话不管你从哪里开始，都是完整的一句话。于老贼昏死了，你们谁来？太子，如果你们对不上，那就是你们输了。算你们赢了。那临江城是不是该归还？此事干系重大，我要禀明父皇再说。想赖账直接说，李成道本就是个市井无赖，找死！还不退下！这是我东周的太监，轮不到你南梁来教训。赌约输了，临江城尽早返还。如果南梁言而无信，只会令天下人耻笑。临江城就在那里，有本事你们自己去拿。母后，这是我立了大功。母后，四妹不知道从哪儿来，找了一个厉害的小太监，也不算是她的功劳。二姐，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反正我赢了。不错，找了个很优秀的太监，叫什么名字？问你名字。回圣上，我叫小龙子。你与李氏皇族有仇？东周与南梁是敌国，身为东周子民，我和南梁是血海深仇。小龙子为东周赢了比试，朕封他为后宫总管。圣上，我们后宫的总管一直都是女的，突然让一个太监当总管，这不合规矩。朕做事还要讲规矩。微臣不敢。今日宫中举行宴会庆祝，去查查小龙子的底细，查仔细。圣上怀疑小龙子是奸细？不，小龙子与南梁有不共戴天的仇恨，想杀一个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。不过此人的底细不简单，给朕好好查。小龙子不错嘛，没想到诗文对子这么厉害，居然把南梁文士魁首对得吐血。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侥幸而已，我只是略懂一二。侥幸？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，略知一二。你这个一二有点多啊。你说你是男人，当然行。我刚刚割的，刚当太监没多久，角色没有转变过来，说习惯了。哦，真的吗？公主明鉴，是真的。给我验身。公主，没错，就是太监。去，没意思。小龙子，你说你是南梁的书香门第，你原来的名字叫什么？我姓龙，叫龙承恩。龙，南梁不是只有镇国将军府姓龙，你跟他们是亲戚。镇国将军那是大人物，我们高攀不起。龙承恩名字不错，可惜是个太监。公主殿下，陛下请您过去商议收复临江城一事。龙总管，你什么时候教我做事啊？你到我房间里来，我教你。来了你又能干嘛？讨厌。我来接手后宫的，请多多指教。我今天就搬出去，图册资料都在这里，我不动。多谢迎奉。其实我刚做太监不久，要不这样，事情还是由你暂领，我先学学。这可是女帝的谕旨，你敢不遵？岂敢不遵？只是我刚入宫不久，对宫里的事情不熟悉，由你代管会更妥当。那也行，我马上找人搬出去。不用了，你住这里吧，我自己找个地方住就行。龙总管，管理后宫油水很大的，你怎么不要啊？我志不在此。我虽然是太监，但我想的是征战天下，建立一番功勋，成就文治武功。总管大人，好远大的志向啊！龙总管干嘛呢？帮我找个地方住呗。我和玄逸的旁边有一个院子，你要不要搬进去？刚好，帮我收拾一下，我晚上就住进去。龙总管，您来了！听说您在大明宫把南梁夺命书生怼得当场吐血，您真是天上的文曲星下凡啊！你退下吧，本总管有事情。吴叔，少将军，听说您在大明宫斗文赢了于世南，侥幸而已。少将军什么时候学的诗文对子？我怎么不知道？我流浪的时候遇到一个隐士高人，他教我的。哦，我说呢，少将军只读兵法，怎么会作诗？少将军，现在你可以自由走动了，你早点离开吧，万一暴露了，你会有危险的。吴叔，我修炼了一篇秘法，可以完美的隐藏，不会暴露。还有这样的功法？
不割也可以。对，不割也可以。虽然可以隐藏，但少将军还是早点离开为好。重建龙家军，为老将军报仇，都靠你呢。吴叔，我不离开，离开这里重建一支10万大军，这太难了。而我在这里正好可以借助东周的势力反攻南梁，这叫借刀杀人。你想控制东周，有什么不行？女帝是霸道君王，控制她几乎不可能。只要有一丝机会，我就会试试，这就是我的计划。可是少将军打算怎么做呢？我要掌控东周的兵权。东周4个公主，大公主帝雨薇协助女帝处置朝政，二公主帝兴婉负责内政，兵权在3公主帝令仪和4公主帝洛熙手里。不过她们2个公主也只有东周1半的兵权而已，还有一个大将军府。少将军想掌控东周的兵权，难度很大。我知道不容易，但要灭南梁，只能借助东周。这次斗士大会以临江城为赌注，南梁不会乖乖交出来的，肯定要出兵攻打。临江城谁最熟悉？当然是少将军。南梁和东周在临江城必将有一场大战，我可以趁这个机会进入东周军事指挥层，然后慢慢掌握兵权。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，少将军跟我说。你以后不要叫我少将军，叫龙总管，省得被人发现。明白，龙总管。这次斗文我们赢了，洛熙干得很好。母后，四妹不知道从哪儿来找了一个厉害的小太监，也不算是她的功劳。二姐，赢就是赢，输就是输，反正我赢了。赢了就是好事，不用在乎这么多。现在我们要商议如何夺回临江城。虽然南梁以临江城作为赌注，但他们绝对不会如约把临江城交出来。我们要准备打一场恶战，攻取临江城，我们肯定要举全国之力。现在南梁处于最强盛时期。母后，儿臣建议召景天烈将军回京商议。前几日景天烈又说了他2个儿子的婚事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也不看看他2个儿子什么样。看中帝令仪的那个儿子稍微好点，这个人是个武将，镇守北边雁门关，但很喜欢杀人，太残暴了。我给景天烈写一封信，看看他什么态度吧。今日先商议到这里，等回了信我们再议。玄仪和清月呢？回禀公主，他们2个在龙总管房间里。龙总管说还是更喜欢西宫，所以没有去那边，就在西宫的偏院住下了。哦，带本公主去看看。龙大文士忙着呢。拜见公主殿下。见过公主殿下。你现在可是天下第一文士，以后无需多礼。梅雪争春未肯降，骚人阁笔废屏章，梅须逊雪3分白，雪却输梅一段香。好诗啊！龙大文士不愧是书香门第，又写出了一首绝世好诗。随手写的而已。随手写的就有这个水平。大文士就是大文士，你这么有才，为什么进宫当太监？我流浪到东周，被一群恶霸打晕了，6两银子卖进了净身房。我不孝有3，无后为大，我对不起父母祖宗。岂有此理！居然如此无法无天，害得你当了太监。公主殿下，我们把那群恶霸抓了斩首。不，本公主要重赏那群恶霸，他们不把小龙子送进来，本公主哪里去找一个大文士？其实我最擅长的不是诗文，我最擅长兵法。哦，兵法你也懂？哪个男人不想建立一番功业？我最喜欢的是兵法，诗文不过是小道而已。男儿志在四方，这没错。可你是个太监，好好在宫里伺候好本公主就行了，想什么战场？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我以前是个男人，兵法颇有成就。你最擅长兵法，那你说说，如果让你统兵，你能攻下临江城？如果让我统兵，攻破临江城易如反掌。你这个小太监，母后封你为太监总管，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你可知道临江城的情况？敢说易如反掌？如果昨天我告诉公主我能击败于世南，你相信吗？好，那你说说如何攻取临江城？现在不能说，除非公主让我统兵。让一个太监统兵，天下从未有过这等事情。太监击败文士之手，也是从未有过的事情。检查一下，看看他是不是太监。公主，没错，就是太监。切，还是太监。走，替本公主沐浴。龙哥哥别愣着，公主让你过去帮忙呢。退下，小龙子，替本公主宽衣。啊，好。二公主，请龙总管去南宫做客。二公主？我和二公主不熟啊。一回生二回熟嘛，请龙总管和我们走一趟。救命啊！
抢人了！得罪了，公主，醒了。二公主，这是作甚？龙总管受惊了。我本来让他们请你来的，谁知道他们动粗了。我和四妹不一样，她一天到晚打打杀杀，我喜欢诗文。龙总管不如搬到我南宫来住下，我也可以时常请教。这，多谢二公主好意，只是四公主性烈如火，我怕她会对我动粗啊！把人交出来！四妹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抢我小龙龙，你还问我什么意思？抢人？龙总管自己过来的，怎么是我抢？是吧？龙总管，少来！我宫里的人看到了，今日不还给我，我拆了你的南宫！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读书比我强，我练武比你强。两位公主殿下，这是要全武行啊！圣上有命，龙总管一进宫就在四公主门下，以后就在四公主那里听用。两位公主不必争了。二公主，一个太监而已，不值得。你懂什么？那可是天下第一文士。怎么样？差点就全武行了。真是胡闹！龙总管成了天下第一文士，两位公主惜才。他的背景查清了吗？查了，不知道从哪里来的。他自己说是南梁书香门第，被皇帝抄家后流浪到了东周，后来又被恶霸打晕了，送进了净身房，卖了6两银子。多少可查，多少不可查。除了被恶霸打晕卖进净身房，其他的都不可查。不过他似乎和净身房的老吴特别熟。老吴？对，此人名叫吴健，微臣查过了，他是龙家军的骁骑校尉，白狼山大战后流落到了东周，在净身房大半年了。龙家军姓龙，这个年纪难道？微臣也怀疑过，但是他的样貌不像龙野的5个儿子，还有他的修为几乎没有。龙家个个英才，龙野修为到了武皇巅峰，5儿子龙晨修为也到了武皇，其他4个儿子也都是武皇巅峰。当年朕和他们交过手，龙野的首级在蛮族可汗耶律洪手里，其他4个儿子首级在西夏招提寺，只有5子龙晨下落不明。如果说他是其中一个，那只能是龙晨；如果说他是其中一个，那只能是龙晨。可龙晨是武皇修为，这个龙总管修为太低了。你想想白狼山大战，如果他身受重伤，毁了容貌和修为呢？万一是南梁派来的奸细呢？不可能。在大明宫时，他看南梁4位皇子的眼神不可能作假，那是不共戴天的仇恨。他就是龙晨。属下马上杀了龙晨，斩草除根。不，龙家是南梁的忠臣，他们为国效力没有错。以前的事情不提了，现在龙晨到了东周，又和南梁结下了血海深仇，这对我们有利。龙兴于野，天下归一，有意思啊！天命就是天命。此事保密，任何人不得透露。再给梁晨编一个背景资料，让他和龙家彻底脱钩。从今日起，他只是我们东周的太监总管，和龙家没有任何关系。哼，一天到晚装斯文，居然这么下三滥，把我的小龙龙打晕了抢走。公主息怒，龙哥哥回来了就好。是啊，公主，这不是回来了吗？好在公主来得快，他们下手太狠了，差点脑震荡。你也太没用了，2个侍女就把你绑走了。我要是会武艺，也不至于被卖到宫里当太监啊。清月，去藏武阁找一本厉害的秘籍给小龙龙修炼。母后发话了，地兴完以后应该不敢再抢人了，你要好好修炼一下。对了，你真的有把握攻取临江城？公主带我出征，我保证攻破临江城。如果你没办法，本公主可是要惩罚你的哟。如果我没有办法，公主可以蹂躏我，绝不反抗。蹂躏你？你一个太监能干嘛？你如果能攻破临江城，本公主给你蹂躏，怎么样都行。公主不要后悔。后悔？为什么要后悔？你一个太监能干嘛？都听说了吧？天威军团进驻临江城。天威军团是南梁上官将军府的兵。上官威虽然自己没有出手，却让他的大儿子上官秀领兵，这跟耍赖有什么区别？我们都知道这是耍无赖，但这样做确实能堵住天下人的嘴。没什么好说的，打就是了。哪有这么容易？雁门关来报说蛮族已经开始集结兵力了，一旦我们南下，他们就会发动进攻。母后，儿臣愿意单独领兵攻下临江城。你单独去，你怎么打？上官秀带了10万天威军团镇守临江城，而且他们占据地利，我们最多集结20万兵马，完全不够。儿臣联系了他们，他们说愿意资助10艘楼船，
条件是东周的酒水由他们专营。他们这些人到处煽风点火，上次他们支持南梁，这次又来支持我们，唯恐天下不乱。只要他们能支持东周攻取临江城，其他的无所谓。母后，给我20万兵马，我带兵夺回临江城。四妹，你这是意气用事，万一失败了，我们要受到多大的损失？你想过没有？你还是这么冲动。母后，大将军怎么说？他说西夏压力太大，无法抽身。母后，给我兵马，我一定打下来。好，封你为南征大统领，夺回临江城。母后，四妹胡闹，你怎么能让他担任南征大统领？母后，请收回成命。母后，20万军队肯定无法攻破临江城的，只会损兵折将。临江城一定能夺回。公主还在为龙总管的事情吵架啊？去把小龙龙押过来，马上。龙哥哥，公主找你有急事。什么事情这么急？你去了就知道了，跟我走吧。小龙龙，这是20万兵马。公主接下了攻取临江城的军令。你说过，夺取临江城易如反掌。我这次敢接军令，完全是看你。如果你失败了，本公主把你先 X 后杀。公主，他是太监，太监。我知道，我就是打个比方。我问你，你有什么办法夺取临江城？公主集结兵马，到钓鱼城以后，我自然有办法。如果你敢骗我，后果你知道的。不就是先 X 后杀？我不怕。太监就是太监，死猪不怕开水烫。告诉你，这一战就算你没有办法，本公主也要打。玄一、清月，替我准备战甲，3日后出征。吴叔，你跟我来。少将军，蒂洛西接了军令，领兵20万攻取临江城，你跟我一起去。终于可以向狗皇帝复仇了。只是净身房那边，我是总管，从今天开始你就在我这里做事，3天后出发。好，祝你旗开得胜，收复临江城。等我的好消息吧。母后，大军出征，四妹还带着龙承恩出征，这成何体统？龙承恩足智多谋，或许能帮到洛西。母后，他一个文士还能打仗？你到底有没有办法？我这次接任务可全部靠你。你以为我会信吗？两国交战，你把筹码全部压在我一个太监身上。你可不是普通的太监，你是天下最有才的太监。你还说你的兵法更厉害。末将李仙南，恭迎公主殿下。公主才是美若天仙。公主，这2位是？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龙承恩，在大明宫斗文击败了虞世南的大文士。就是他呀，可惜了，长得挺俊秀，可惜是个太监。钓鱼城内有多少兵马？楼船都准备好了吗？5万，楼船一直都在准备。我们有楼船30艘，其他小船500艘。军队休整3天，3天后攻城。吴叔，还记得当初我们在这里的大战吗？当然记得，我们龙家军的血染红了城墙，浸透了半江水。是不是觉得有点讽刺？当年我们拼尽全力从东周夺取临江城，这次我们要从南梁夺回来。狗贼李成道陷害我们龙家军，这是复仇的开始。上官秀不是傻子，很难对付。上官秀不错，但此战他必败。上官秀娶了6公主，与我何干？我在东周有4个貌美如花的公主，比他香。将军，这次东周集结了25万兵马，楼船上百，看来有一场恶战。你觉得蒂洛西会如何进攻？属下不知，蒂洛西是4位公主中最狡诈的一个，她善于出骑兵。骑兵？我看他这次只剩下强攻了，真得谢谢龙家，把临江城建成铁桶一般。是啊，可惜龙家为我们上官家做了嫁衣裳。皇上答应我，只要这次击败蒂洛西，临江城就是我和公主的永久封地。恭喜将军！将军早晚可以开府建衙，建立自己的将军府。以前朝野把将军和逆贼龙尘相提并论，现在想来真是可笑。龙尘，龙爷的头颅在蛮族，他4个哥哥的头颅在西夏，他自己的尸骨恐怕已经被万马践踏成烂泥了。属下该死，属下不该提起那个逆贼废物。算了，一个死人而已，守备加紧，等蒂洛西过来，让他尝尝我们天威军团的厉害。公主这是要正面强攻，临江城防御坚固，正面进攻必败。蒂洛西看似冲动，实则未必没有后手，先看看再说。小龙龙，给本公主卸甲。公主的腿真好看，是不是很喜欢本公主的腿啊？可惜你是个太监，要不然早被公主挖了眼睛砍头了。你知道就好，我们家的女人不需要男人。你的兵法天下第一，你说说本公主刚才的部署如何？公主肯定有自己的考量。你的意思是
本公主的安排不妥。临江城北面临江，城墙厚度15米，最外层用大青石板建造。为了防止攀爬，北面的城墙不是垂直的，而是往外倾斜的。城墙高度30米，上面有投石机和巨弩。一旦楼船接近，投石机和巨弩同时发射，足以击毁楼船。临江城周围有2座小城，是大将军龙野建造的，城内可以屯兵1万。如果公主想登陆包围，小城可以增援，这叫做命角之势。所以公主如果没有骑兵，正面进攻必败。你为什么对临江城这么熟悉？我本就是南梁人，我既然学习兵法，当然要对天下重要城池了然于胸。学兵法的人如果不知道天下关口城池地利，怎么打仗？这龙晨对临江城的了解未免太过详细，难道他真的和龙家有关？没错，本公主自有妙计。公主，我也有个计划，讲，请按照这个单子准备材料，到时候我们用得着。你要这个东西干嘛？我自有妙用。你要多少？越多越好。这龙晨到底想干什么？不过他总能带来惊喜，姑且信他一次。玄一，按单子准备材料，越快越好。水泥的原料齐了，临江城的重建和防守就靠他了。死太监倒是有点本事，希望这次不要让我失望。少将军，公主的进攻策略太愚蠢了。我知道，他也知道，他有自己的策略。上官秀不是傻子，很难对付。上官秀不错，但此战他必败。少将军已有计策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上官秀娶了六公主李云骥。李云骥，当年的婚约不过是政治联姻。龙家覆灭后，她转头就嫁入上官家，这样的女人不值一提，与我何干？我在东周有4个貌美如花的公主，比她香。蒂洛西，你以为凭借楼船就能攻破临江城？龙野留下的防御可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。暴风雪将至，这是攻破临江城的最佳时机。上官秀，这次我看你怎么守。公主，城中准备差不多了，随时可以进攻。我们是不是选择晚上？不，等3天后会有一场暴雪，大江可以冻上，我们直接渡江作战，不用楼船。公主好计策，暴雪天渡江，上官秀必然想不到。蒂洛西居然懂天文，算准了暴雪，有点本事。不过龙家留下的后手可不止防御那么简单。这么大的暴雪，蒂洛西应该不会进攻了吧？但总觉得心里不踏实。都给老子睁大眼睛，小心东周偷袭！是。暴雪封江，楼船无法行驶。东周若要进攻，只能徒步渡江。临江城高池深，他们就是来送死。徐盛倒是警觉，可惜你们太小看蒂洛西的准备了。上官秀，接招吧！这么远的距离，希望能射中徐盛，可惜风太大，射偏了。没关系，真正的进攻才刚开始。这楼船改造的不错，借助风力，速度比预想的快。总管，公主好计策。不错，我也没想到公主会来这么一手。可惜啊，可惜龙家留下的火油罐子会让他最遗憾。将士们，冲啊！杀！不好，东周的楼船能在冰面上行驶，快通知上官将军。是。蒂洛西果然会趁暴雪进攻，但徒步渡江，怎么可能攻破临江城？将军，大事不好！东周军的楼船在冰上行驶，已逼近北城门。什么？随我来！龙野当年说过，暴雪天需防冰上奇袭，难道真被他言中了？南梁鼠辈，纳命来！拦住他，别让他上来！好大力气！妖女，休得猖狂！你的对手是我！无耻之徒，以多欺少！想帮那妖女，先过我这关。少将军，此时登城，正好里应外合。不用，好戏才刚开始。玉碎计划启动之时，便是临江城覆灭之日。龙家的血海深仇，今日清算。李贤南不过王者巅峰，我乃武皇境界，拿下他易如反掌。修为差距太大，再硬撑下去，必败无疑。你的对手是我，看剑！攻破临江城！快退！守住内城！守住内城！快救援！不好！上官秀，
你的对手是我。迪洛西，临江城已破，何必苦苦挣扎？临江城破了，谁告诉你的？蒂洛西也是武皇初期，想速胜没那么容易。看招！好快的速度，这妖女竟如此强悍！公主，我来帮你！不好，我们抵挡不住了！快派人去2翼小城求援！快！支援临江城，活捉蒂洛西！不好，有埋伏，是天威军团的主力来了，上官威的后手。可惜你还有更狠的杀招没料到。上官木在此，东周鼠辈拿命来！上官木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没想到吧？我与我兄长2人早已在此布下天罗地网。我的内应怎么还没动静？约定的信号为何迟迟不发？你在等你的内应，别等了，他们早就被我一网打尽，人头挂在城楼之上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我的案子隐藏极深。龙野当年修建此城时，就预判了所有偷袭可能。你的案子早在他的监视之中，这些消息不过是我们上官家接收的遗产罢了。我宰了你！不过是恼羞成怒罢了。今日便是你的葬身之地。看到没？这也是龙野留下的遗产。蒂洛西，你恨龙家吧？这些火油，这些机关，都是龙家为你准备的。可恶！少将军，中计了！临江城不止上官秀一人，他们兄弟联手，这里至少有20万天威军。公主，鸣金收兵，快撤！撤！全军撤退！蒂洛西，这只是开始，临江城终究会毁在我手里。任何人都挡不住。想走，没那么容易！给我追！我的肩膀好痛！走，快撤到钓鱼城，带南梁过来。这剑法精准狠辣，角度刁钻，怎么这么像龙尘？不可能，他早就死了，尸骨无存。居然让他们跑了！不，这不是刘健，这是冲着我来的。冲着你来的？谁？这是第2次，同样的地方。上次龙尘就是这样射穿我的肩膀。你是说，龙承恩是龙尘？我不确定，但这剑法，这准头，太像了。不可能，龙尘已经死了。龙家满门都被斩了，如果龙尘还活着，我要活剥了他。罢了，赶紧处理好伤口，小心废掉左手。恭喜将军大破东周，都是诸位一起奋力拼杀，不是本将一人之功。今夜除了守城的兄弟，其他人举行宴会，大碗喝酒，大口吃肉。谢将军。临江城守住了，我立了大功，皇上一定会兑现承诺。将临江城赐给我，岂有此理！居然中了上官秀的埋伏。公主，是我们低估了龙野留下的防御和上官造接他的准备。龙野真是太厉害了，人死了还能影响战局。那个龙承恩倒是有点本事，最后那一剑救了我们。小龙龙，你过来。公主有何吩咐？你刚才那一剑怎么那么准？你以前到底是什么人？我在龙家军中当过差，学过一点剑法。你和龙野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受过龙将军大恩，其他的无可奉告。真的？公主若不信，我也无话说。这个龙尘身上有太多秘密，必须查清楚。你早就知道上官秀有埋伏？我猜到了，龙野做事周密，不会只留下防御工事。那你为什么不早说？
公主已经决定的事情，我多说无益。而且，我有后手。什么后手？我说了，我在镇国将军府当过差，受过龙将军大恩。将军府覆灭后，我流浪到东周，阴差阳错成了太监。公主进攻临江城，我想借助公主之手报复南梁，也是给龙将军报恩。我如何相信你？今晚我就启动玉碎计划，毁了临江城，这就是证明。好，我信你一次。需要多少人？我和吴健2人足够。吴健是龙家军骁骑校尉，他知道计划的细节。好，我在城外接应你。龙爷，父亲，我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。好，我跟你去。少将军，真的要启动玉碎计划？临江城是龙家军的心血，不破不立。只有毁掉临江城，才能彻底打破南梁的防御，也才能为龙家报仇。这个死太监，千万不要背叛我！这条密道是当年龙家军修建的，没想到今日能派上用场。少将军，这条密道直通临江城大帅府，我们要小心。放心，上官秀他们正在庆功，不会有人发现我们。来，陪本将军庆贺一番。将军威武，大破东周，以后临江城就是将军的了。没错，龙家死绝了，这个功劳就是我的。龙城得手了，进攻！冲啊！拿下临江城！终于出来了，少将军，我们成功了。父亲，兄弟们，我为你们报仇了。谁干的？大哥，快走！临江城毁了！怎么回事？不知道，突然就炸了，到处都在燃烧，东周的军队杀来了。龙爷，一定是龙爷留下的机关。杀！一个不留！上官秀，你的死期到了！蒂洛西，我跟你拼了！你的对手是我。就上我大哥！吴叔，带人去拿下南梁水师营，切断他们的退路。得令。对龙家的列祖列宗，我一定会让李成道和上官家血债血袍。上官秀，你大势已去，投降吧。我乃南梁大将，不会投降一个女人。上官秀已被包围，降者不杀。我们投降！我输了。绑了！小龙龙，你没死！命大，没被炸死。太好了，你真的毁了临江城。玉碎计划就是与敌人同归于尽，幸好我们跑得快。这么好的一座城池，就这么没了。放心，我能毁了它，就能重建它。你说什么？我让你准备的石灰、粘土、铁矿石，就是用来重建临江城的。那些东西能建成？当然，用它们做成水泥，建成速度比以前快10倍，而且比青石板还坚固。还有这种东西？3天后，你们就知道了。龙家的仇还没报，临江城将是我复仇的基地。这水泥果然神奇，才3天，城墙就建起来了。再有10天，临江城就能恢复原样，而且比以前更坚固。有了这种水泥，我们以后建城就方便多了。水泥不仅能建成，还能用来制造防御工事，对付南梁的进攻。小龙龙，这次你立了大功，回到女儿城，我一定保举你。多谢公主。小龙龙，你真厉害！你以前到底是什么人？我以前可是镇国将军府的先锋大将。你当先锋大将，就你现在这修为？以前我也是猛将，只是成了太监后武力值下降了。没有哥以前
是猛将，笑死我了！等我恢复修为，让你们看看真正的龙家军少将军的厉害。怎么回事？临江城丢了！父亲，临江城没了，瞬间毁了，化为一片火海。什么？难道说临江城底下埋了天量的火油？父亲，孩儿只能想到这一个可能。那肯定是龙野埋下的，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龙家已经死绝了，谁会知道这个事情？父亲，我怀疑龙尘没死。你确定？孩儿不确定，但那剑法太像龙尘了。皇上如何责罚？没有责罚，皇上还赐了疗伤药物。帝王的心思真让人想不通。我们这一次损失太大了，必须重建天威军团。什么？上官秀20万大军全灭，只有他们俩兄弟逃回来？帝洛西没有这个本事，难道女帝出手了？还是说龙尘真的没死？去打探上官秀为何大败，一定要查清楚龙承恩的底细。临江城以后就是我的根据地，有了它，复仇就有了根基。小龙龙，这水泥真的能让城墙比以前更坚固？当然，等建成后，你可以试试用攻城锤撞击，绝对纹丝不动。有了这种神奇的粉末，我们以后就不用怕南梁的进攻了。水泥只是开始，我还要造出更厉害的武器，让南梁付出代价。少将军，龙家90多口的尸口找到了，都埋在公厕下面。李成道、上官威，你们等着！列祖列宗，龙家的仇我一定会报。龙家世代英业，为国战死沙场，最后却落得个满门抄斩的下场。狗贼皇帝！龙将军是好人，我们不能忘了他。父亲，你当年对百姓的恩惠，他们都记在心里。没想到龙野在临江城百姓心中威望这么高。龙将军一生为国为民，百姓自然感念他的恩德。这个龙尘对龙野的感情不一般，他到底是不是龙尘？公主，水泥的事情要保密，这是我们东周的绝密武器。我知道，已经下了封禁令，谁敢泄露，格杀勿乱。另外，我还发现地狱山的黑土不仅能当燃料，还能提炼出煤成油，用来制作火油弹，威力比普通火油大10倍。真的？那我们守城就更有把握了。当然，我已经让人开始提炼了。小龙龙，你太厉害了，工部尚书的位子非你莫属。工部尚书只是第一步，我要拿到兵权，掌控东周的力量，为龙家复仇。陛下，东周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重建了临江城，还发明了一种神奇的粉末，筑城速度奇快。把你手下的人全放出去，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把这种粉末弄到手。再让你集结天威军团所有兵力，3日后立刻出兵，夺回临江城。臣遵旨。李成道、上官威，你们尽管来，我在临江城等着你们。这一次，我要让你们有来无回。四公主大破南梁，歼灭20万天威军团，此乃不世之功。朕欲将临江城封为四公主的永久封地，众位爱卿以为如何？启禀圣上，当年龙野侵占临江城，南梁便将其赐予龙野作为永久封地。如今公主收复此城，圣上依例赐封，合情合理，臣无异议。皇上，洛熙公主此番大捷，扬我国威，确实应该重重封赏。好，朕便将临江城赐予四公主，作为永久封地。兵部即刻核对出征将士时功劳，一并论些刑赏。母后，此次攻占临江城，太监总管龙承恩居功至位，儿臣请求册封他为工部尚书。依我看，让太监担任尚书。洛熙，尚书乃朝中宰相，位极人臣，岂能让一个太监担任？这不合祖制。圣上，尚书一职统领6部，乃国柱时，让一个太监出任宰相，恐遭天下人耻笑，说我东周无人。众卿家莫要小觑于人。此次大破临江城，是龙承恩献气引爆了城下火油，城破之后，又是他发明了那神奇的粉末，在半月之内重建坚城，如此惊天动地之功，难道不配尚书之位？这绝无可能，他一个深宫太监，怎会知晓临江城下藏有火油？他在南梁军中有隐秘渠道和熟人，是从那里得到的绝密消息。公主殿下，您说龙承恩发明了神奇的粉末，敢问那是何物？可否呈上来，让臣等一观？此乃我东周克敌制胜的绝密武器，无可奉告。不过临江城已然建成，
王侍郎若有疑虑，大可亲自去临江城查验真伪。公主殿下举荐龙总管，原因是龙总管在临江城立下大功，又发明了神奇的粉末，而在短时间内重建了临江城。而各位大人反对，是因为龙总管的身份是太监，担心天下人耻笑。依我看，不如这样，让龙总管暂代工部尚书一职。如果龙总管做得好，那就不称职；如果不，我们就撤职，如何？百里尚书说的不错，朕同意。百里尚书说，如果不称职就撤职，那如何判定？对啊。如何判定龙承恩称职还是不称职？目前我们有2个大问题需要公布解决，其一是女儿城人口过100万，每日烧柴潮求量巨大，但周边山林已被砍伐殆尽，木材需从外地转运，耗费甚巨。若龙总管能解决此难题，便是过了第一关。我东部的2大为贤，其是我朝，重回任人东张协。只要龙总管胜任，纵使是太监之身，亦不惧天下非议。母后，烧柴的问题已存在数十年，历任工部尚书皆束手无策，这不是故意刁难龙承恩吗？洛熙，这个小太监可是能耐得很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创造奇迹。微臣愿意接受这个挑战。希望各位大人届时不要食言而肥。龙总管好气魄，希望这次你能再创奇迹。好了，我军大胜归来，今日就在大明宫赐宴，为中尉将士接风洗尘。儿臣拜见母后，平身吧。这次辛苦你了。朕听说上官威设下埋伏，你打得很辛苦。对，幸亏龙承恩有后手，启动了玉碎计划，不然这次恐怕会惨败。龙承恩屡立大功，本该重赏，但他的身份太过特殊，朝中反对的声音很大，你也看到了。儿臣知道，儿臣是想问一事事情，曾是龙承恩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？儿臣怀疑他可能是龙承恩的身份，朕查过了，那个金身房的刀子匠吴健，本是吕女的骁骑校尉，他们2人常有往来，这些朕都一清二楚。那就好，他也是这么跟儿臣说的，只是儿臣总担心他隐瞒了身份。朕早就查过了，如此文韬武略之人，不馁清底细，谁敢放心任用？也是，小龙龙真的太聪明了，既能斗文压制于世囊，又能打仗出奇策，关键是他对南梁的事情了如指掌，这次玉碎计划就是他启动的。你去问问龙承恩，打算怎么解决烧柴的问题。工部尚书这个位子想坐稳，必须拿出能让众人心服口服的手段。母后，这个问题根本无解啊，难道让他用法术变出一片树林来？你要相信，这个龙承恩鬼点子多着呢。小龙龙，你打算怎么解决木柴的问题？你要是没办法，工部尚书的位子可就泡汤了。山人自有妙计，不急。公主殿下要不要来一局？1张牌1件衣服哦。你一个太监，赢了又能怎么样？公主，替我们报仇啊！我们跟他斗地主就没赢过。是啊，公主殿下，他老是出其不意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来就来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小太监有多能打。对，我只剩下1张牌了。小龙龙出牌呀！4个3，炸弹，1个5，我赢了。怎么又输了？岂有此理！把他给我按住！太解气了，还是公主英明。就是，跟他废什么话，扒了就是。小龙龙还不起来服侍本公主？怎么当太监的？身为一国之公主，居然言而无信，难道不知愿赌服输的道理吗？我的规矩就是规矩，快点起来！四公主收复临江城，又灭了天威军团20万，她的风头很盛啊。四妹运气真好啊，得到了一个极品太监，文能压制大食指于世难，武能大破天威军团。怎么我身边没有这样的太监？是属下无能，不能为大公主分忧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个龙承恩的底细查清楚了吗？查了，是龙家军的人。他曾经是龙野的侍卫，龙家军覆灭后，他流浪到了东周。这次他借助四公主的手报复了南梁。原来是这样，难怪他对临江城这么熟。不是奸细就好。四妹虽然和我有竞争，但国体为大，不能内耗。公主，要不要试试把龙晨挖过来？你有办法。今日朝堂上打赌，要龙承恩解决烧柴的问题。这个问题是无解的。如果大公主保举他做工部尚书，属下以为龙承恩会知恩图报。对，你去拉拢龙承恩，就说本公主许诺他一定能得到工部尚书的位子。大公主手下的人查了龙晨的底细，微臣把事先准备好的资料送出去了。很好，以后龙晨的所有资料都按照这一套来。朕估计南梁也该派人来打探了。微臣领旨。龙总管好迷人啊！我突破宗师境了。总管真是神人，这么短的时间，居然从武者境界练到了宗师境界，太厉害了！龙总管好兴致啊！阁下是哪位？我叫何宁馨，东宫的女官。原来是何大人，失礼了。龙总管客气了，你现在是后宫总管，还暂代了工部尚书的官职，职务比我高。不知道何大人来我寒舍有何贵干？四公主推荐龙总管担任工部尚书的职务，朝中反对的很多，还出了难题。女儿城缺乏木柴的问题已经存在了几十年，从来没有解决的办法，立不出的这个难题是个死局。所以呢？
龙总管是个人才，能文能武。大公主有一招来，只要龙总管答应，大公主保举你做工部尚书。四公主无法说服朝臣，大公主就能做到？对，因为大公主是东宫公主。多谢大公主好意。吏部的难题很简单，我能解决。小龙龙，你看如何？公主的书法越来越精湛了。不错。不错，只是不错。小龙龙，公主的字可是大书法家王先之亲授的，怎么也得夸夸呀！哇，小龙龙，你的书法也行啊，这笔锋也太好看了吧！不错啊，小龙龙，你除了那里没有了，啥都行。回公主殿下，微臣还会其他字体，今日便给公主和两位姐姐开开眼界。这个瘦体字是你自创的？对，是微臣自创的。从今天起，这瘦体字便是本公主的，你记住没？小的知道了，这便是公主自创的兰花体，字体如兰花吐蕊，平平独立，恰似空谷幽兰，清雅脱俗。好，就叫兰花体。你再写几幅，本公主好好琢磨琢磨，日后便是我的专属字体。好字好诗，小龙龙，可惜了，可惜你是个太监。如果我不是太监，公主是否会以身相许？小龙龙，你还是先去净身房把你的东西接回来再说吧。移花接木，枯木逢春，子鸟再生，凤凰涅槃，龙总管加油呀！如果你不是太监，我就亲手把你再割一次。书法不错，但吏部出的难题，你有解决的办法吗？微臣已有办法，不过需要公主殿下帮忙。什么帮忙不帮忙的？别客气，尽管说。微臣想问下，东周境内有没有地火？地火？什么地火？就是那种土里冒烟，无需引燃便能自燃的火种，常年不熄的那种。哦，你说的是地狱山吧？城北50里处有一座山，那里常年有土自燃，山内还飘着毒气，据说靠近了会瞎眼睛、堵喉咙。你要找的就是这个。正是，有了这地火，女儿城的难题便能迎刃而解了。我想去看看那个地火。地狱山的地火据说烧了几百年，那个烟雾有毒，人进去后眼睛会瞎掉，呼吸也会变得困难。你去那里干嘛？吏部让我解决女儿城烧柴的问题，我的计划就在地狱山。清月，让刑部的人带路，带他去看看。小龙龙，那座地狱山真的有毒，你小心点，不要被毒死了。你可是本公主的大宝贝。公主放心，我的求生欲很强的。老曹，四公主命你带龙总管去地狱山走一趟。地狱山？龙总管去那里干嘛？后宫有不长眼的太监？不，我去看看那个地狱山。龙总管，别去，那里全是毒气，只有罪大恶极的贩子才会被押送到那里，丢进山谷中折磨死。没事，我就去看看，你带路就行。曹主事，龙总管是四公主的人，也是朝中的工部尚书，你要保证他的安全，出了问题唯你是问。这里就是地狱山了。地火虽然有毒，却也能取暖。那些买不起木柴木炭的百姓就住在这里过冬。东周的冬季寒冷，没有木柴，估计只有冻死了。龙总管，再往前就是地狱山核心区域了。戴上围巾，记住要捂住鼻子。你带路吧。曹主事，可以了。龙总管不觉得头昏吗？头昏？龙承恩，你在龙家军中担任什么职务？为什么军籍上没有你的名字？你的本名叫什么？你是南梁奸细！回答，本名叫什么？在龙家军中担任何职？陈道，狗贼！我一定为龙将军报仇！不肯说吗？看来不用刑不会开口。你没有中毒？和你单独出来，我怎么敢用你的东西捂住口鼻？你知道围巾有毒，我哪里暴露了？你没有暴露，我也不知道有毒，我就是不相信别人。如果你不说头晕，我都不知道你在围巾里下毒了。你在南梁担任什么职位？你在东周还有多少同伙？你的上级是谁？不过武者境界修为，一条小泥鳅能翻起什么大浪？乖乖束手就擒，可以少受些苦楚。皇上有旨，你若是反正，重归南梁，可以重用你。哼，老子与狗皇帝不死不休！不愧是龙家军的，有种！南梁奸细想杀我！南梁奸细，曹主审，小龙龙，你没事吧？
死不了，没死就带回去审问，应该可以顺藤摸瓜找到不少潜伏的奸细。带回去，严加看管，不许他寻死。你没有受伤吧？怎么回事？回公主，曹主事是南梁奸细，他在地狱山借机刺杀小龙龙，幸好小龙身手了得，反将他制服了。宰了他，碎尸万段！别，好好审问一下，看看朝中还有多少潜伏的奸细。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龙家军覆灭的惨剧。对了，那个地狱山的地火载体其实就是煤炭，有了这个，女儿城烧柴的问题就能彻底解决了。什么时候了，还想着烧柴的事？快随我去内殿洗澡，处理伤口，一身的尘土和血腥味。陛下，南梁奸细老曹在地狱山刺杀龙尘，未能得手。龙尘呢？受伤没有？回陛下，龙尘并未受重伤，他反杀了奸细的反扑。四公主已命人将老曹救活，此刻正在西宫准备审问。让辛婉去，他掌管刑狱，是审问的行家，由他出手，必定能挖出所有线索。臣领旨。小龙龙？什么小龙龙？小龙龙是你叫的吗？规矩都忘了。二公主来此必有正事，还是先把正事说了吧。母后命我来审问这个奸细。来人，把奸细带走，移入专属审讯室。坐下。你刚才是不是看二姐了？公主殿下，您老是公主，她也是公主，我一个小太监，我都不敢正眼看她，万一把我眼睛挖了呢？挖眼睛可是你家的祖传技艺。什么叫挖眼睛是我们家的祖传技艺？你再说一遍。公主殿下，我们说的那个地狱山，我敢断定那是煤山，那里的黑土可以作为燃料取代木柴，而且储量足够女儿城用数百年。用黑土取代木柴，这不可能，那东西有毒，吸入会瞎眼睛的。传说那座山通往地狱，那些泥土沾染了地狱的血血，燃烧的火是地狱业火，所以才常年不灭，碰不得的。那种土不是什么地狱劫水所染，是煤炭，树木腐烂后经过千百年演变而成。说起来复杂，总之只要去除其中的杂质，就能安全燃烧，完全可以取代木柴。我已经有了完整计划，明天我就去工部上任，1个月内我必定拿出实物证明。你去工部，恐怕那些劳苦能指挥不动，我跟你一起去，给你撑场子。徐侍郎呢？回公主殿下，徐侍郎还在屋后的工房里查验木料，奴才这就去叫他。微臣徐明拜见公主殿下。这位是母后钦点的工部尚书龙承恩，你不认识吗？属下徐明拜见尚书大人。把工部的所有人都叫过来，我有重要事情要吩咐。这位是你们的新任尚书龙承恩，以后工部大小事务皆由他说了算，听明白了吗？是。谨遵公主殿下与尚书大人令。今天是本官上任第1天，本官与吏部打赌的事情，想必各位都已知晓。解决女儿城烧柴的难题，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，你们有谁能想出办法？徐侍郎，你在工部任职多年，经验丰富，你来说说，有办法解决吗？回尚书大人，女儿城缺柴火的事情已经存在几10年了，历任工部尚书都试过各种办法，最终都以失败告终，所以属下以为此事根本无法解决。本官有办法解决。去地狱山，你即刻带人挖纯黑土出来，记住，只要黑土，不要掺杂任何泥巴。大人要地狱山的黑土做什么？莫非要学那些贫苦百姓烧黑土取暖？那东西可是有毒的，吸入多了会危及性命啊！无需多问，按令行事即可。下午之前，我要见到10车黑土。让你们去就去，啰嗦什么？懂不懂规矩？多谢公主殿下支持。公主刚才说我能文能武，还能筑城，不如就正式保举我当工部尚书。你这小太监倒是会顺杆爬，不过你若真能解决烧柴难题，工部尚书之位，本公主替你向母后讨要。多谢公主赐官，微臣一定当好这个工部尚书，不负公主所托。你也太贼了，公主就随口一说，你就当真了？公主金口玉言，说过的话自然不能不算数。工部尚书之位，我预定了。属下张倩拜见公主殿下。知道找你过来什么事吗？属下听说是给一个太监做护卫。我知道你心里不高兴，觉得给一个太监当护卫掉身价，但龙承恩可不是一般的太监，他一出手就击败了南梁魁首于世珍，写的文雕龙在南梁成为文人必读书屋。这次本公主布临江城，七夕祭妹玉碎计划也全是他的功劳。我可以明确告诉你，龙承恩现在收东州这国债，南梁必归金山的刺杀差点就成功，保住龙承恩就是保住我东州国本，你明白了吗？属下明白，属下誓死保护龙大人的安全。很好，你记住了，从今日起，你要与他形影不离，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。哪怕是他练功仪式，你都必须时刻跟随，不得有片刻松懈。属下张倩，奉公主之命，给龙大人当护卫的。多谢公主美意，别这样杵着，坐吧。大人，您要的黑土、煤炭拉回来了，就在后院，请问下一步该如何处置？好，带路。很好，你们做得很好。这次挖煤的人把名字记下，本官有重赏。
多谢尚书大人。你带人建造一个简易的窑圈，再把这些煤炭彻底洗一遍，把杂质洗掉，然后烘干粉碎，最后掺入粘土，就按照我图纸上的比例来做。属下领命，一定按大人的吩咐办妥。欢迎大人回家。这位是公主安排的护卫张倩，她以后也住在偏院，你给她安排一个房间吧。不用，我和大人住一起。晚上睡觉呢？公主有命，吃饭、睡觉、上厕所都在一起，形影不离。既然是公主的命令，那就算了吧。再拿一副碗筷过来，张倩，一起吃。我嘘嘘，你出去下。不行，公主有令。我上厕所啊。我知道，我守着。虽说我是太监，但男女之间的礼节还是要的。你这样传出去，我怎么做人？那我转过去不看。美女，要不要一起啊？一起吧，一天两天你坐着，3、5年你也坐着，身子扛不住的。不了，如果累了，我可以打地铺。大雪天你打地铺，你不怕着凉吗？女孩子要爱惜自己的身体，上来吧，不盖一床被子就行。多谢大人。大人，这个被子好奇妙啊，这么暖和。这是鸭绒被，用鸭子的绒毛做的，轻便又保暖。大人真聪明，竟能想出这样的法子。这个孔洞必须对着通风口，有空气进去才能充分燃烧。居然没有毒物？煤炭的毒气来自里面含用的油脂和硫磺，我已经通过水洗和筛选去掉了杂质。这个蜂窝煤是绝对最安全的，而且煤炭燃烧时的热量很充足，比木柴、木炭都要好。小龙龙厉害啊，居然真的能用！龙大人真厉害，这煤炭真的可以燃烧，而且不产生毒气。这样说来，煤炭完全可以取代木柴。我们女儿城的烧柴问题终于解决了，困扰我们几10年的难题居然被龙大人解决了，是我们公布的大功啊！龙尚书厉害，属下佩服。先前是属下有眼不识泰山，您的办法实在精妙。徐侍郎客气了，这次制作蜂窝煤，你带人筛选煤炭，打造煤炉，出了很大力气，本官谢谢你。属下只是按照大人的吩咐行事而已，不敢居功，所有功劳都该归龙尚书。小龙龙，有了这蜂窝煤，工部尚书的职务你算是坐稳了。公主殿下，我还有更好的东西给你看看。还有别的东西？小龙龙，你这什么东西啊？黑乎乎的，还这么粘稠。这是烘干煤炭时凝结得到的煤山油，是煤炭的附属产物。有什么用啊？看起来黏糊糊的，不像能派上用场的样子。我们到外面来演示就知道了。这东西比火油好用，战场上砸出去，粘在敌人的身上，衣甲皮肉都可以被烧穿。也就是说，地狱山的煤炭不仅可以当木柴用，还能提炼出这么厉害的武器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地狱山的煤炭储量丰富，足够我们女儿城使用数百年。提炼出的煤遗油也可以作为守城和攻城的利器，大大提升我军战力。小龙龙，你太厉害了！这工部尚书的位置非你莫属。大人是太监，公主你这么激动什么？太监怎么了？我家大人这般俊秀，气度非凡，比许多男人都更像男人。那又如何？终究少了东西，你再崇拜也没用。那也是我的大人，不是你的，你别在这里吹痫。启奏圣上，南梁上官威正在临江城外大肆招募新兵，整军备战，意图明显。微臣建议即刻加强临江城防御工事。准，兵部即刻调拨物资，加固城防。母后当初吏部与龙承恩立约，若他能解决女儿城用柴问题，便许他工部尚书一职。如今龙承恩已经做到了，解决了。几10年的难题，怎么可能？一个太监能做到几任尚书做不到的事儿，怕不是弄虚作假？洛熙也太看得起这个小太监了，烧柴问题积弊多年，他才上任几天就敢说彻底解决？龙承恩以特殊技术将地狱山的黑土制成了蜂窝铋，此物不仅无毒，热量更是远胜木柴。据他估算，地狱山的储量足够我朝使用500年。地狱山的黑土啊，那里是处置有重犯的地方，龙总管拿那东西给我们用，是何居心？只有贱民才会烧那玩意儿，老夫绝不使用。比木柴好用吗？呈上来看看。你是如何做到去毒的？回白尚书，此乃我朝核心机密，您只需知道，这蜂窝煤是东周独有，无毒无害，且火力强劲即可。龙总管，天下皆知黑土有毒，若您不公开提炼技术，百官与百姓谁敢放心使用？王侍郎，若我今日和盘托出，消息一旦泄露，被南梁西夏学去，岂非资敌？届时他们用我朝之法炼制燃料，打造军械，反过来攻打我东周，这个责任谁来负？好，龙承恩为国分忧，又立大功，工部尚书一职，实至名归。皇上，
当初的赌约有2个条件，龙承恩只完成了解决用柴这一个，还有为北境修建城池一事尚未动工。北京筑城事关边防安危，亦是赌约核心，此事未成，不宜即刻任命。这既然是赌约，理应言而有信。龙承恩，尚书之位暂且悬事，待你建成北境城池，再行册封。微臣遵旨，定不辱使命。传朕旨意，由龙承恩全权负责，工部即刻组织人手开挖地狱山，建立工坊，量产蜂窝配，在全国范围内取代木柴。徐侍郎，你即刻带人按此图纸，在地狱山附近建造工坊，绝不可建在城内。所需银两，我会亲自向圣上禀明。还有，煤炭去油去硫的核心提炼环节，所有工匠全部改用太监。大人，为何非要用太监？普通杂役做事也颇为麻利。普通杂役有家人牵念，就算孤身一人，也想着外出寻欢。唯有太监可长居工坊，断绝外望，才能守住这核心机密。龙大人思虑如此周密，属下实在不及，定当按大人吩咐办妥此事。小龙龙，吏部的第2个挑战，北境筑城，你可有办法了？依旧用水泥筑城。北京多是戈壁滩，石头取之不尽，只要有水泥，便能快速重建边关重镇。可女儿城距北境千里之遥，水泥运费高昂，怕是得不偿失。公主放心，我听闻北境附近有座火山，其火山灰正是制作水泥的核心原料。等煤矿工坊落成，我便派徐明率人前往，就地取材在即可。小龙龙果然厉害，3姐妹都想好了。公主为何对龙大人如此信任？此人身世成谜，却深得公主倚重。微臣不在乎三公主的想法，此生只在乎公主您的心意。这就对了，你记住，你是西宫的太监，我是西宫公主，往后必须事事听我的。早就知晓蒂洛西这只母老虎的极护士，我若有半分不忠之态，恐怕挖眼睛割鼻子的刑罚即刻便会落在身上。洛西这些日子没有为难他吧？回圣上，并无。四公主对龙大人极为器重，凡事皆听其谋划。龙承恩屡立奇功，本该重赏，奈何他身份特殊，朝中反对之声甚嚣时尚。圣上，还有一事。龙大人的修为已突破至王者境。怎么可能？他去年不还是武者境界吗？去年确是武者境，短短1年便进阶王者境，真乃天才。当年他20岁便修炼至武皇境，如今重练，会不会他当初刻意隐藏了修为？不可能，去年他的修为确实废了，1年时间重回王者境，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？圣上，发誓已书好。果然好手艺，比御花园的嬷嬷们还要细致。女帝乃天下唯一突破武皇，进入帝尊境的强者，其感知何等敏锐，我需万般小心，绝不能让她察觉我并非真太监。洛西性子烈，这些日子他未曾为难你吧？回圣上，四公主对微臣极为体恤，并无半分为难。洛西这丫头护短得很，你顺着她些，与你无害。微臣知晓。关于吏部的第2个考题，北境筑城，微臣已拟定详细计划，恳请圣上恩准。计划周详，朕准了。待北境城池筑成，你便可正式就任工部尚书。微臣谢主隆恩，定不辱使命。对了，尹凤，当年是谁给龙哥恩净身的？回圣上，是骁骑校尉吴健。吏部给你出的2个考题，木柴的问题已解，重建北境要塞之事，你打算如何实行？回圣上，微臣仍将采用水泥筑城之法。北京戈壁滩石料遍地，不缺建水泥。臣听闻边关附近有火山，其火山灰可制水泥。待煤矿工坊落成，臣便派徐明率人前往，就地取材，省时省力。很好，思虑周全，朕准了。待北境城池修建完毕，你便可正式就任工部尚书。微臣谢恩，定不辱使命。龙总管，真是好迷人啊！我已突破宗师境。总管真是神人，短短10日，竟从武者境一路练到宗师境，太厉害了！昔日我20岁突破武皇境，被誉为天纵奇才，奈何白狼山一战修为尽毁，如今重练，哪怕千难万险，也必当尽快恢复实力，为龙家满门报仇雪恨。这般俊美的容颜，健硕的肌肉，如此阳刚的气质，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太监啊！龙大人的修行速度太快了，从宗师初期到宗师后期，不过数月，照此速度，年底便能突破王者境。届时究竟是谁保护谁？北境7座要塞已全数修筑完成，总计耗费纹银100万两，征调劳工1万人。龙承恩发明水泥妙法，又以南梁俘虏充作苦力，仅用5月便大功告成，此乃不世之功。龙大人既解烧柴之困，又助北境要塞，工部尚书一职，当仁不让。龙承恩，微臣在。朕今日正式任命你为工部尚书，官徽正3品，钦此。微臣谢圣上天恩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恭喜龙尚书。多谢尹凤大人。微臣有事启奏。
微臣请求重新制定今年的税赋，将税收提高2成，以平衡国库收支，填补亏空。提高2成，户部竟已拮据至此。景尚书，国库历年皆有结余，收支平衡，为何突然提出加税？莫非其中有蹊跷？大公主有所不知，去年攻打临江城，动用大军25万，耗费600万两白银，修筑北并要塞，直接支出100万两，间接损耗500万两，仅此2项便去了1200万两。更别提四方楼已通知微臣，今年商税恐将锐减，北方蛮族又蠢蠢欲动，北庭骑兵军费上有100万两缺口，户部实在难以为继。没想到亏空如此平易民怨，不加税又难以支撑军费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即便如此，历年结余何家，也不至于将国库掏空。景尚书掌管户部，理当开源节流，而非一味依赖加税。大公主虽分管户部，却不涉具体事务，不知当家难处。户部花钱之处犯多，并非微臣一人所能掌控。圣上，四方楼既已明示今年生意难做，商税锐减已成定局。若国库亏空过大，恐唯有加税一途，方能解燃眉之急。微臣知晓圣上体恤百姓，但国库亏空实在巨大，加税已是迫不得已。待明年局势好转，再行减税便是。圣上，南梁秣马厉兵，蛮族虎视眈眈，西夏亦蠢蠢欲动，军费万万不可短缺，否则边境危矣。龙尚书，你素有奇谋，此事你怎么看？回圣上，微臣以为当务之急并非加税，而是彻查户部账目，捋清亏空根源。若账目不清，盲目加税，既伤百姓，亦难堵漏洞。死太监，你什么意思？难道你暗指本官贪污？景尚书，我只提议查清账目，并未妄加揣测。你如此激动，莫非是做贼心虚？你要查户部账目，便是怀疑我清白，岂有此理？陛下，景尚书不必如此激动，户部乃国之本，6部每年核查账目，本是惯例，并无他意。朕若不信你，也不会让你出任尚书一职。景恒这货反应如此激烈，定是账目有鬼，做贼心虚，正好借机打压他，也为自己稳固地位。既如此，便先核查户部账目，拟清亏空具体数额，再议后续。此事由东宫牵头，哪位爱卿愿意协助？查账可是烫手山芋，景家势大，得罪景天烈，日后必遭报复。谁接谁倒霉，傻子才会出头。陛下，龙尚书能力卓绝，最善解决疑难杂症。此前他屡破奇案，屡立大功，由他协助东宫查账，再合适不过。我刚确实马分机未稳，与景家冲突并非明智之举，但景恒这货太过嚣张，正好借此机会打压他，也向你地表忠心。龙承恩，你若查不出个自丑淫苗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为君分忧，乃臣子本分。微臣领命，定当查清账目，不负圣上所托。准奏，着工部尚书龙承恩协助东宫大公主彻查户部账目。儿臣领旨。一个没根的太监也敢跟老子斗，你活腻了吧？景尚书，此乃圣上旨意，你公然蔑视圣旨，莫非想抗旨谋反？哼！你给老子等着！户部在景天烈手里经营多年，有贪污亏空本是常事，但这次你奉旨彻查，无异于直接与大将军府为敌，凡事务必小心。公主提醒，微臣谨记。只是有一事不明，户部会在景家掌控下这么多年，圣上未必不知端倪，为何偏偏选在此时彻查账目？具体缘由我也说不清，或许是真的没办法了。四方楼已给户部递了话，说今年生意难做，我东周的日子怕是要格外艰难。四方楼，那是什么地方？你听过无面王吗？天下间有个顶级商会，名为天下会，其会长便是这无面王。他们的商队遍布四方诸国，甚至海外蛮族，手握海量金银，掌控着天下的资源命脉。他们的触角渗透进各国朝堂，许多官员都收了他们的好处，是天下会的人。这无面王虽无寸土之地，却能操控天下局势，而四方楼就是天下会在我东周的分会。那为何天下会突然不支持东周了？因为我们夺了临江城，如今东周的势力隐隐有压过南梁的势头，这是他们不愿看到的。我明白了，他们想维持天下军事，让诸国势力相当，这样一来，所有国家都会争相讨好天下会，寻求他们的帮助，而他们便能永掌操控天下的大权。你果然聪明，一点就透。我们势力强了，他们便暂时冷落，转而寻求新的平衡。那他们会转而支持南梁吗？应该不会。如今三国之中，西夏最弱，为了维持军事，他们下一步大概率会扶持西夏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南梁与蛮族虎视眈眈，西夏又可能趁机发难，国库开支一旦跟不上，便是灭顶之灾。母后此刻彻查户部，也就不足为奇了。此次查账由大公主牵头，微臣协助，但微臣心中牢记，自始至终，我都是四公主的人。孺子可教，记住你说的话。若是敢投靠大姐，
本公主定将你先 X 后杀。嘿嘿，公主说笑了，微臣不过是个太监，哪有什么可让公主图谋的？你觉得本公主是在吓唬你？我手里的手段多着呢。这个公主简直是死变态啊！小的记住了，绝对不敢有二心。公主放心。大人，您怎么了？可是暖无之事不顺心。不是，给我备些热水，我先练会儿枪法，练完再沐浴。武道成王，唯有尽快提升修为，才能长自己的命运。等将来翻身之日，今日所受的屈辱，加倍奉还。龙大人的修为提升的太快了，如今已是宗师后期，照这个速度，要不了多久就能超过我了。李成道，上官威，欠龙家的血海深仇，我龙尘在此立誓，他日定要让你们血债血偿，加倍偿还。龙尚书，大公主有请。何大人啊，劳烦带个路。龙大人这是要去东宫，四公主向来护食，若是知道了，会不会生气？到时候迁怒于龙大人，可就麻烦了。龙承恩真是个奇才，诗文能压过虞世南，兵法能破临江城，筑城有水泥妙法，茶杖也能理清乱局，样样精通。若是能把他拉拢到我身边，对我争夺储位，必定大有不易。下官龙承恩拜见大公主。四妹舍得放你过来？下官是朝廷的人，四公主深明大义，吩咐让我仔细协助大公主处理户部查账事宜。是让你不要背叛他吧？好了，时间紧迫，马上准备去户部。宁心，人都齐了吗？都齐了，在门口候着呢。伺候一下本公主更衣，四妹不会介意吧？大公主这是要让我服侍她穿衣，我一个太监贴身服侍公主更衣，这未免太过僭越了。可她是大公主，旨意难违，若是拒绝，反倒落了把柄。听说你搭配衣服很有眼光，今日便由你做主，选一套合适的衣衫。公主的发饰也可换一个，与这套衣衫更搭。四妹宫中的新发型，听说也是你给梳的。我是四公主的太监，梳头更衣本就是分内之事。这个龙承恩果然很会讨女人欢心，心思细腻，手法娴熟。四妹把他看得这么紧，也不是没有道理。公主请看，这样便相得益彰了。难怪四妹把你当做宝贝，这般手艺确实难得。你们开始核查账目，有任何问题都汇总到我这里来。这些账本太过混乱，用的都是原始记账方法，收支混杂，很容易做假账藏猫腻。看来必须用复式记账法来重新整理，才能一目了然。这些账目杂乱无章，毫无条理，没有半年时间，根本理不清头绪。龙承恩虽然有才，但面对这样的烂摊子，能有什么办法？公主殿下，各位账房先生，这些账册太过混乱，原始记账法难以理清。我有个新的记账方式，想让各位学学，按照这个方法，能将户部所有账目全部理清楚。老夫做了40年账房，经手的账目没有上万，也有数千，难道还不会做账？我老了，学不动新东西了。若是龙尚书觉得我们老眼昏花，能力不足，公主另请高明便是。我这种记账方式名为复式记账法，有借必有贷，借贷必相等，能清晰反映每一笔资金的来龙去脉。我给你们演示一下，若是觉得好，咱们便推广；若是觉得不好，那就算了。没想到这个龙承阿不仅文韬武帅，连记账都有自己的独门方法，真是个全才。若是这复式记账法真如他所说那般好用，那户部的亏空之谜或许真能解开。这便是复式记账法。诸位请看，这种记账方式要求各项收支按规定科目分类记录，它的核心在于每一笔资金流转至少在2个账户上相互关联，遵循有借必有助，借贷必相等的铁律。如此一来，查账对账便如拨云见月。妙啊，太妙了！如此一来，每一笔银子的来龙去脉都明明白白，再也不会一笔糊涂账了。我做了几10年的账，见过的记账法没有10状也有8种，竟不知账还能这样记。龙尚书，您这神乎其技的记账法是从何处学来？您的师傅是哪位高人？我曾在军中掌管过粮草，只时兵马众多，粮草调度繁杂，普通记账法极易混乱出错，故此我便自创了这套复式记账法。此子真是天纵奇才，竟能自创一套记账法。有他协助，这看似无解的户部烂账定能顺利理清。龙尚书真是天才，我等佩服。龙尚书，恳请您教我等此法。龙尚书高风亮节，诲人不倦，我等佩服。诸位先生不必多礼，我既说了，只要此法好用，自当倾囊相教。户部账目乱成一团麻，就算龙承恩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休想在短时间内查出什么。等他们查不出结果，我再反咬一口，参他个故意拖延欺君罔上。大人尽管放心，
卑职早已将所有账本一股脑堆了进去。别说那10几个老账房，就算整个户部一起核算，没有大半年也休想理出头绪。而且关键的几笔亏空账目早已被卑职悄悄剔除了，他们就算算到明年，也查不出半点问题。很好，就让他们去查。一个没根的死太监也敢捋我景家的虎须，哼！我倒要看看他怎么死。景恒，你以为把水搅浑就能蒙混过关？千算万算也算不到我有复式记账法。再乱的账目，在我这里也是一清二楚。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这个龙承恩不仅才华横溢，更难得的是有耐心、有手段，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可惜他是四妹的人，想要挖过来，恐怕要费一番周折。公主，龙尚书真是个奇才，这复式记账法太巧妙了，效率何止提升了10倍。有他在，查账之事必定能事半功倍。是啊，可惜他是四妹的人，想要从四妹手里挖人，恐怕比查清户部账目还要难。大公主的心思，我岂会不知？不过现在羽翼未行，绝不能得罪四公主，只能暂时虚与委蛇，稳住她再说。龙尚书，这新法太好用了，以前需要3天才能理清的账目，现在3个时辰就搞定了。这是整理好的去年北境军费账册，请您过目。哦，大家辛苦了，切记，欲速则不达，慢慢整理，务必做到滴水不漏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，哪怕是1两银子的出入，也要查个明白。小龙龙去东宫那边查账，大姐那副温婉模样下，肚子里全是算计，会不会趁机挖我的墙角？于洛熙挖我的墙角，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把小龙龙抢走。公主，龙大人只是奉旨协助查账，公事公办，很快就会回来的。不行，我就是不放心。备轿，玄一，我们去户部看看小龙龙。这曹州赈灾款的流向太诡异了，入账与发放数目对不上，景恒这只树鼠肯定在里面动了大手脚。等我把所有证据链补齐，定要让他万劫不复。小龙龙，公主，您怎么来了？听说大姐在母后面前狠狠夸了你，我就过来看看。果然没给我西宫丢脸，干活挺用心的嘛。不敢当，圣上旨意如山，户部账目确实混乱，微臣不敢不尽心。况且微臣始终是西宫的人，自然要为公主争脸。记住就好。说吧，这账目查得怎么样了？这是圣上的意思吗？不是，这是我给你的提醒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在这东周的地界上，不管是皇亲国戚还是功勋世家，只要是朝廷的蛀虫，本公主都不怕。四公主虽然性子烈了点儿，但这份护短的心意却是实打实的。有她这句话，我就没什么后顾之忧了，可以放手去查。你放心，就算满朝文武都不保你，本公主也保你。记住，你是我的人。微臣谢公主庇佑。哎，我说刀子匠，大公主宫里不是向来清高，从不留太监伺候的吗？怎么今儿个突然传话，让咱们留意几个机灵的小太监，要送到东宫去？谁知道呢？依我看，8成是看着四公主身边有个龙尚书眼馋了，也想找个有本事的太监帮衬帮衬。像龙尚书那样的，别做梦了，这天底下恐怕就只有他一个。对了，老吴那小子哪儿去了？好久没见他了。老吴前几日跟四公主递了折子，说要去临江城当兵，扛长矛打仗去了。呸！疯了吧？都特么成了无根之人了，还去当什么兵？打仗那是爷们儿的事儿，他这不是闲得无聊去送死吗？母后，龙承恩此人确实大才，他自创了一种名为复式记账法的新方式，将旧账梳理得井井有条。如今10几个老账房都在学习此法，效率极高，估计不用1月便能将户部数年的烂账全部理清。这个龙承恩真是给朕的惊喜，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，如今连立财政都有这般巧妙的心思。按这个技法，每一笔收支都铁证如山，哪里有亏空，一目了然。正是如此，母后，儿臣觉得此人能不能将龙承恩调拨到东宫，协助儿臣处理政务？你的心思，朕还能不知道？想挖洛熙的墙角，这事儿你别问朕，自己去和你四妹商量吧，朕不管这个。
就知道会这样。四妹把龙承恩看得比什么都重，想让他放手比登天还难。看来只能另想办法从长计议了。明面上的亏空就已触目惊心，景恒贪污的数额恐怕远超想象。还有曹州赈灾款，这笔血债他绝对脱不了干系。龙尚书，大公主呢？在书房呢，账目已全数核对完毕，请大公主过目。此账册乃定案铁证，关乎数十条人命与朝堂格局，绝不能轻易交于旁人。这龙承恩倒是谨慎得很，难怪四公主如此看重。怎么会亏空这么多？这数字简直是天文数字。公主，这只是明面上的，下官还查到，曹州赈灾款大有问题，当地官员虚报灾情，贪污赈灾粮，更套取户部巨额银两中饱私囊。不可能吧？赈灾款乃救命钱，他们怎敢如此？公主只需派人暗中核查，一切自检分晓。此事牵连甚广，已非户部贪腐那么简单，必须立刻禀报母后，迟则生变。龙承恩，随我去凤鸣宫面见母后。龙大人与大公主同去面见女帝，形影不离。此事若传入四公主耳中，怕是又要闹得天翻地覆。龙承恩查账多日，今日必有结果。只是不知这户部的烂摊子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。母后闭关修炼已久，此刻贸然打扰，怕是不妥。可此事太过重大，又岂能拖延？女帝修为深不可测，这般长时间的修炼，气息仍平稳如初。何时我才能达到这般境界，足以抗衡李成道与上官威？洛曦也与你一同查的账，回母后，并非四妹。此次彻查户部，全赖龙静安主事，儿臣从旁协助，账目已尽数厘清。不仅亏空数额巨大，更牵扯出曹州赈灾款的惊天大案。岂有此理！亏空700万两，他们的胆子是被豹子吃了不成？母后息怒。更严重的是，龙城阿出曹州官员虚报灾情，贪污赈灾粮款，致使曹州饿殍遍野，竟饿死了12万百姓。12万百姓，一群蛀虫，竟敢如此欺上瞒下，视人命如草芥！来人，尹凤，微臣在，持镇金牌，星夜兼程前往曹州，将刺史赵敏革职拿问，押解进京。朕要亲自审问，定要为那12万百姓讨个公道。微臣领旨。母后息怒。官员贪腐欺瞒，乃各国通病，并非我西州独有。曹州刺史不过是替罪羊，真正的黑手是景恒。女帝此刻震怒，岂会不知？景恒这次插翅难飞。好了，此次彻查你做得很好。龙承恩彻查户部得利，朕自有恩赏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儿臣领旨。微臣领旨。户部的账查清楚了。回公主。查清楚了，户部共亏空700万两，且牵扯出曹州赈灾款大案。圣上已下旨，将曹州刺史赵敏押解进京，亲自审问。赵敏，哼，不过是个替死鬼罢了，哪里是什么曹州官员侵吞，分明是景恒这厮上下其手，在其中大肆渔利。公主明鉴，圣上心中定也清楚，否则不会如此震怒。这次的事情，怕是没那么容易了结。公主以为圣上会如何处置？若是你，你会如何处置？恐怕是小惩大戒。景家手握兵权，在军中根基深厚，母后怎敢真的严惩景恒？最多不过是削去官职，罚些银两，做个样子给天下人看罢了。户部亏空700万两，竟还牵扯到曹州赈灾款，如此胆大包天！不严惩不足以平民愤，不足以正纲纪。母后，龙承恩彻查账目时，还查出曹州赈灾款的惊天大案。当地官员虚报灾情，伪造账目，贪污赈灾粮食不说，还套取户部巨额银两，致使曹州饿殍遍野，足足饿死了12万百姓。岂有此理！竟敢如此大胆，视百姓性命如草芥，视国法如无物。来人，尹凤。微臣在。启奏圣上。微臣通过核查历年账本，发现曹州赈灾款的问题并非单一贪腐。去年曹州大旱，
朝廷已拨付50万两赈灾款，然户部与曹州刺史联合上奏，谎称款项不足，请求准许当地卖官筹粮，所得银两充作赈灾之用。账目须开，此话怎讲？曹州确实推行了卖官之策，富户也确实缴纳了粮食，但这些救命粮并未发放到百姓手中，而是被当地官员与朝中势力私分鲸吞。更甚者，曹州刺史还虚报运粮、仓储等各项杂役，又从户部额外套取了10万两白银。岂有此理！难怪朕早有风闻，说曹州去年饿殍满地，朕还难以置信。原来竟是这帮蛀虫作祟。微臣这就率人星夜赶往曹州，捉拿赵敏归案。母后息怒，官员欺上瞒下，中饱私囊，乃是各国通病，并非我西州独有。当务之急是捉拿元凶，弥补亏空，切勿动气伤了龙体。曹州赈灾款牵扯甚广，没有景恒在背后默许甚至操纵，绝不可能如此顺利。这笔账，我一定要算在他头上，把他彻底揪出来。好了，此次彻查户部已功不可没。龙承恩，你办事得力，朕自有恩赏。你们都退下吧。儿臣领旨。微臣领旨。东周的财政状况已经糟糕到了极点，表面上是700万两亏空，实则暗藏的隐患更多。如果不彻底改革，就算填补了这次的窟窿，日后迟早还会出更大的问题。我必须想办法开辟新的财源，从根本上改善东周的财政状况。龙大人独自沉思了许久，眉头就没松开过，想来是在为户部的巨额亏空发愁吧。只是不知他心中可有良策。地狱山的煤炭和煤硝油还有巨大的潜力可挖，水泥的应用也能拓展到更多领域，这些都能成为稳定的财源。除此之外，还可以联合龙邦甚至天下会拓展商业渠道，将蜂窝配、美人醉这些特产销往南梁、西夏乃至满族。这样一来，既能增加户部收入，又能悄悄提升洞州的影响力，可谓一举两得。什么不好了？咋咋呼呼的，没看见本大人正清闲吗？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龙承恩居然把户部的账目全部查清了！你放屁！你不是说账目乱成一团麻，就算他查1年也查不清吗？一般来说，确实查不清。可这个龙承恩邪门的很，居然自己搞了一套什么复式记账法，把所有混乱的账目都理得明明白白。不仅如此，卑职还听说圣上已经派人往曹州去了，要捉拿赵敏大人。龙承恩这个死太监，竟敢坏老子的好事！你赶紧派人去，把赵敏给我做掉，绝不能让他活着进京。大人，赵敏可是益州刺史，正4品的官员，这么明目张胆的，正4品算个屁！赵敏不死你就死，自己选一条路。卑职马上去办。墨鱼，少爷，杀龙承恩，你办得到吗？容易。好，那就去杀了他。一个没根的死太监也敢跟我作对？杀人容易，如何善后？龙承恩如今是2部尚书，又是4公主的人，杀了他，4公主和女帝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这你不用管，他只是一个太监而已，死了又能怎么样？出了任何事儿，有我爹顶着，只管动手。属下领命。你说我是不是要减肥啊？我都看不到自己的脚尖了。别啊，你这样才是完美状态，丰腴饱满，多有辨识度。减肥了反而就普通了，不好看。唉，好烦啊！我天生就这样，不管怎么节食，怎么练武，都减不下来。你知道吗？我从小到大都被人嘲笑，就因为这身材。这你就不懂了。多少女人想尽办法想变得丰满，吃了多少木瓜，多少补品，最后还是平平无奇。你倒好，天生就拥有别人梦寐以求的身材，却还嫌弃太大，真是旱的旱死，涝的涝死啊！其实太大也有很多烦恼的，行动不便不说，还总被人指指点点。这些烦恼说了你也不懂。别管别人怎么说，自己舒服就好。况且这身材多有威慑力，敌人一看就知道你不好惹，多好的优势。有刺客！你是不是忘了，还有我？我的职责是保护你，哪怕战死，我也必须死在你前面。说什么屁话！
老子是男人，岂会让女人挡在身前？看来是我户部查账太彻底，惹怒了景恒那厮。我这就去禀报四公主，请她调兵护驾。算了，按朝廷规矩，直接上报圣上即可。若是单独告诉洛熙，以他的性子，怕是会立刻带兵杀进景家，到时候事情闹到无法收杀，反而被动。对了，今晚的事就是我梦游了。唉，我也没办法呀。白天朝堂、工部、户部的事情堆成山，梦里还在跟账本较劲，现在还要应付刺客，我也很无奈啊。失败了。什么？失败了？不是拍着胸脯说杀他易如反掌吗？龙承恩的修为已经进入了王者境。怎么可能？上次探查不是说他只有宗师前期的修为吗？上次是，这次不是。你别告诉我，他只用了几个月时间就从宗师境练到了王者境。没错。这样的资质，就算是天下第一的天才也不过如此吧。放着好好的天才不当，去当一个太监，这脑子是被门夹了，还是有病啊？刺杀失败，少主有何指示？连个太监都杀不掉，养你们有什么用？大人，大事不好了！刺杀失败不说，应凤大人已经押着曹州刺史赵敏入宫面圣了。废物！胆子倒是很大，一边派人刺杀赵敏，杀人灭口，一边派刺客报复龙承恩，两边一起动手，真当我东张朝堂是他家后院了？陛下，龙尚书也遭遇了刺杀。就在刚才，工部递来急报，有刺客闯入工部刺杀龙承恩，被他当场击退。龙承恩能击退墨鱼？他去年不是才武者境界吗？是啊，去年确实是废人一个，修为尽失。可他只用了1年时间就重回王者境。尹凤，这就是天才。当年他20岁就修炼到武皇境界，如今重炼速度更是惊人。难道说他一开始就隐藏了修为？不可能。去年他的丹田确实破碎，经脉尽断，是朕亲眼所见。他是真的用了1年，从无到有重回王者境。只是这样的人物留在朝堂，留在洛熙身边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呢？儿臣拜见母后。平身吧。曹州赈灾贪腐案与户部亏空一事牵连甚广，这个案子你来审。母后希望审出什么样的结果呢？先把事情审清楚，其他的事情再说吧。母后，户部的账已彻底查清。说说吧。经查，户部共计亏空700万两白银。700万两？怎么会这么多？没道理呀！我们国库的收支不是每年都有盈余吗？这户部的管理怎么会乱到这个地步？圣上，是微臣管理不善，对属下做的事情没有及时查清楚，才导致国库出现巨额亏空，微臣难辞其咎。景尚书只是管理不善吗？这700万两亏空，怕不是一句管理不善就能搪塞过去的吧？四公主难道想说是我贪没了户部的银两？儿臣还有事情呈奏。说，在核查户部账目时，儿臣发现去年曹州赈灾所用的10万两车马费存在虚开问题。曹州刺史赵明以赈灾为名，公然售卖曹州官爵，将富户捐献的赈灾粮食全部私吞，致使曹州境内饿殍遍野，足足饿死百姓12万。这胆子也太大了，赈灾的救命粮也敢贪，饿死12万百姓啊，简直是丧尽天良！卖官敛财还不够，居然还从户部套取车马费，真是胆大包天！混账！如此草菅人命，无法无天。赵敏呢？儿臣启奏，赵敏已被打入天牢。经初步审讯，赵敏对贪腐、卖官等罪行供认不讳，还供出了多名同伙。这是审讯画押的文书，请母后过目。你们都看看，赈灾的粮食关乎数十万百姓性命，赵敏这些蛀虫也敢贪墨，12万百姓被活活饿死。此等狗官，不杀不足以平民愤，不杀不足以正纲纪。督察院，微臣在。按照赵敏供述的名单，所有参与贪腐案的官员全部捉拿归案，格杀勿论。微臣领旨。户部尚书，此事牵连户部，你没有什么话说吗？微臣管理户部不力，
导致出现如此重大纰漏，恳请圣上责罚。账目已经摆在眼前，这700万两亏空究竟是如何造成的？朕给你时间，你自己查清楚。特别是曹州赈灾那10万两虚开的车马费，是谁批的，谁经手的，一查到底。微臣谢圣上隆恩，必定彻查到底，绝不姑息。700万两，我明明只从户部拿了200万两而已，剩下的500万两哪儿去了？放屁！里外打点需要500万两，你当老子是傻子吗？你自己从中贪了多少？给老子老实交代！说到底，你只是老子的家奴，居然也敢背着老子中饱私囊！这次出了这么大的篓子，女帝已经下旨彻查，你活不成了。回去和你老婆孩子告个别，明天自己去督察院领罪，别想着耍花样，否则不仅是你，你的父母、孩子，一个都别想活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求您开恩，饶了小人一条狗命吧！小人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能就这么死了。饶命？我饶了你，女帝会饶了我吗？事到如今，你只有把所有事情都担下来，替我顶罪。我向你保证，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儿子，将来让他入朝为官，前途绝不会比你差。我对天发誓。好，大人不要忘了今日的誓言。我的种，我自然会招。小龙龙天赋异禀啊，1年的时间居然能和公主过招了，还不落下风。虽然公主可能让着他，但1年时间从武者境出包要王者境，还能熟练运用霸龙长矛法，天才也不过如此啊。小龙龙，你练武的资质这么好，以前在龙国军的时候为什么不练？公主慧眼识珠，给了我霸龙长矛法的秘籍。以前我在军中只做些文书粮草相关的文官琐事，从未想过自己有这方面的才能。哦，那我真是捡到宝了。公主练了这么久，想必累了，要不要洗洗？我伺候你。好呀，户部尚书，朕让你自查的户部亏空之事如何了？启奏圣上，微臣彻查户部后，发现户部侍郎陈寒英监守自盗，欺上瞒下，利用职务之便谋取巨额利益，现已到督察院自首伏法。这是户部及地方户部所有参与贪墨案的官员名单，请圣上过目。对着花京白严查，所有涉案人员一个都不许漏。微臣领旨。户部侍郎是主谋，但你身为户部尚书，疏于管理，酿成如此巨额亏空，若不惩戒，难以服众。自今日起，你在家听用，户部的事务你不用管了。谢圣上隆恩。启奏圣上，从户部侍郎陈寒英家中抄没白银58万两，其他涉案官员总计抄没23万两。这些抄没的银两虽填补了一部分开支，但户部仍有600多万两的亏空。户部亏空600多万两，此事关乎国本，众位爱卿可有解决之法？圣上，工部尚书龙承恩足智多谋，此前解决了烧柴难题，重建临江城，还发明了复式记账法，查清账目。不如让他出任户部尚书一职，定能解决这亏空难题。户部尚书乃国之要职，岂能让一个太监担任？龙承恩已是工部尚书，一人兼2职，我朝开国以来从未有过。何止我朝，天下诸国也未曾见此先例啊！启奏圣上，微臣身有残缺，担任工部尚书已是勉为其难，户部重任实在非微臣所能胜任。感谢景大人的抬爱，但龙某能力有限，不敢应承。微臣以为应选用朝中德高望重的老臣，方能重振户部，填补亏空。比如李大人乃2朝元老，万大人精通账册，皆是最佳人选。圣上，臣等年老体衰，精力急气，实在担不起户部尚书这副重担，请皇上另择贤能。圣上，户部乃国家根本，放眼天下，最合适的人选莫过于龙承恩。去年文斗南梁魁首于市民，龙承恩刚入宫便能将其抵败，攻破临江城是他出奇迹，解决烧柴筑城难题亦是他的功劳。这些几十年未解之题，他都能一一化解。如今户部亏空，举国上下唯有龙承恩可解，微臣再次举荐。你们呢？同意还是反对？龙承恩，你自己觉得呢？微臣才疏学浅，干不了。龙承恩，你往日那般有能耐，今日为何如此怂包？莫非是江郎才尽了？景大人，户部是在你手里亏空的700万两，你有手有脚，为何要我来给你擦屁股？我不过是管理不善，你有本事你来管。我没本事，你自己去管。圣上，
户部如今是个填不满的深空，此时让龙无恩接任，岂不是让他跳火坑？再者，就算他填平了亏空，到时候某些人又要来摘桃子，这便宜事岂能让他们占了？若龙承恩真能管好户部，填上亏空，那户部尚书之位便归他龙承恩所有。放肆！朝廷衙署乃国之公器，岂容你说给谁就给谁？那好，当着满朝文武的面，朕把话说明白。龙承恩兼任户部尚书，若能解决亏空问题，此职便由他长久担任，尔等不得再有异议。景恒，你可同意？微臣同意，就怕某人不敢接。你们可有意见？若龙尚书能解决亏空，臣等无异议。龙承恩，你呢？某人不敢。微臣领旨。圣上，需定一个期限，1年内解决户部亏空，总不能拖个10年20年，让他兼任10年20年吧？必须有个说法。臣等附议，必须有时间限制。放屁！1年解决700万两亏空，你行你上。四公主为何如此袒护一个太监？难不成外界的传闻是真的？景恒，慎言！宫外的风言风语也敢带入金銮殿，成何体统？微臣不说，外界也会说。景大人，我也听到一个传闻，关于你和陈寒英的，你要不要听听？什么传闻？外界传闻说景家世代出良将，而景大人却手无缚鸡之力，是因为景大人天生就是太监。原来景恒是天烟，难怪没法子练武。我就说嘛，景生世世代代都出武将，怎么就他不行？原来是太监。那他家里的儿子是谁的种啊？你放屁！老子堂堂7尺男孩，怎么会是太监？倒是你，朝野上下都说你其实不是太监，你秽乱宫轨。刚好众位大人都在，不如我们今日当朝把衣服都脱了，让众位大人验验身子，也好平息外界的风言风语。龙承恩，朝堂之上宽衣解底，成何体统？圣上，景恒污蔑微臣事小，侮辱皇家声誉事大，微臣今日必须给天下人一个清白真相。龙承恩，你气煞我也！大公主，众口铄金，积毁成骨。微臣今日若不证明自己，日后流言只会愈演愈烈。我必须给朝野上下一个交代。那也不是用这种荒唐的方式交代。景大人，我已经开始解腰带了，你怎么不动手？难道你真是太监，不敢验明正身？李大人，您老是两朝元老，德高望重，您以为该如何平息这流言？当朝宽衣解句，不成体统。那我散朝后去菜市口，当着京城百姓的面证明清白，如何？此事莫要问我。我敢当朝证明自己的正身，某人却不敢。罢了，多说无益。好了，此事到此为止。龙承恩，朕给你3年时间填补户部亏空，你以为如何？3年太长，2年足矣。2年为期，微臣不仅能填补亏空，还能保证户部有盈余。好，就2年。如果2年填补不上，你就是欺君之罪，斩立决。君前无戏言，众位大臣都听着，你可想好了？臣意已决，就2年。若是做不到，微臣甘愿受罚，绝无半句怨言。好，朕准了。2年时间，满朝文武为证。2年？你怎么可能在2年内填补600多万两的亏空？这根本就是天方夜谭。你在朝堂上答应得如此干脆，定然是有了具体法子。说说看，你打算怎么做？其实无非就是开源节流2个法子，一方面缩减不必要的宫廷开支和地方冗余耗费，另一方面想办法增加户部收入。怎么增加户部收入？难道你想增加赋税？东周百姓的负担已经够重了，绝对不能增加赋税。百姓安则天下安，我岂会做竭泽而渔之事？不增赋税，又要填补巨额亏空，你到底有什么门道？地狱山的煤矿已经规模化开发，蜂窝煤不仅供应宫廷和官员，还向百姓出售。这大半年，工部通过卖煤已经赚了50多万两，这笔账我一直没并入户部，算是一笔储备资金。居然这么多！你居然偷偷存了这么多私房钱！50万两虽多，但距离填补600多万两的亏空，再实现盈余，还差得太远。2年时间，仅凭卖煤还是不够。这只是其中一部分。其实，在核查户部账目时，我就想过长远之策，建立朝廷主导的商会，像天下会一样，做全天下的生意，源源不断创造收入。
这个法子行不通。天下会发展了上百年，店铺商贩遍布诸国，根基深厚。就算有朝廷全力支持，我们的商会没有10年8年，根本无法立足。远水解不了近渴，何止是无法立足？南梁、西夏和蛮族都是我们的敌对势力，他们根本不可能允许我们的商会进入他们的地界做生意，这条路根本走不通。这个问题我早就想到了，我打听过了，除了天下会，江湖上还有一个实力不弱的商帮，叫做龙帮。我们不必从零开始，完全可以选择与龙帮合作，朝廷提供资金、技术和独家商品，成为龙帮的幕后股东，支持他们拓展生意，我们则按比例分享利润，这样既能快速获利，又能避开各国的直接抵触。我听过龙帮的名头，他们一直被天下会压制，发展艰难。但最关键的是，他们凭什么愿意跟我们合作，把到手的利润分给朝廷？合作就是利益交换，我能给他们好处，他们能给我好处，而正好我能给他们好处。好处？你能给什么？先卖个关子，到时候公主就知道了。不错，这个龙承恩有勇有谋，是块好材料。他最近练武怎么样了？进入王者境以后，修炼速度好像慢了不少。老奴魏贤，拜见大公主。龙承恩是你净身的？不是老奴，是吴健，他给龙尚书净身的。吴健？你们还有龙承恩那样脊梁的太监吗？大公主说笑了，这短短几个月时间，从一个小太监当上尚书的，我们东周开国以来也就龙大人一个呀。你留心点儿，日后若有机灵的，送到我东宫来。老奴明白了。太监，死太监，污蔑老子，岂有此理！老子岂止污蔑死是太监？一个小太监成何体统？你日后如何做大事？还不清理干净？娘，那个死太监竟敢诽谤我，说孩儿是太监。就因为这样，你就砸自己的东西？他只是一个太监，不用理会他。等你爹回朝，一切就会恢复正常。爹要回来了。刚说了朝中的事情，时机到了就会回朝。好，那就等爹回来，我一定要宰了那个死太监。卑职等拜见尚书大人。你叫什么？卑职户部员外郎王雪仆。好，把户部的花名册给我拿上来，死了的就不要了。是。下官段双双，圣上派我担任户部侍郎，协助龙尚书管理户部。正好户部缺人手，你坐下吧。前户部侍郎陈寒英的事情你们很清楚，监守自盗，贪污朝廷粮饷，已经判了秋后问斩。其他的犯罪分子一并抓了，该杀的杀，该判的判。你们还在这里，说明你们没问题，或者问题不大。但是不要有侥幸心理，法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好好做事，把户部的账目管好。以后户部所有的账目全部用复式记账法，我会派人教你们。好了，今天你们见了本官，也见了新来的户部侍郎，都下去干活吧。是。段侍郎原来在哪里？我从未见过。下官以前在凤鸣宫为圣上管理内库的。内库？圣上有专门的银钱需要管理，下官就负责凤鸣宫的收支。原来是内库啊。那行，你就在户部看看账目吧，我上次都看过了，你也熟悉下。你刚才干嘛盯着他看？有吗？他的那么小，有什么好看的？你的好看，特别是小跑的时候。是这样吗？对，就这样。要不要我提醒你？我是个太监，我知道。你怎么敢来我这里？不怕四妹挖你眼睛？已经禀明了四公主，公主深明大义，知晓户部之事关乎国本，并未阻拦。你这个真是，既懂讨洛熙欢心，又能办正事。说吧，今日登门所求何事？从我这里借人。你想借的便是那些精通复式记账法的账房？正是，他们熟悉新的记账方式，能最快上手户部事务。下官保证，待户部步入正轨，必当完璧归周。公主，户部空缺的都是关键岗位，龙周恩借走这些账房，日后户部岂不是成了他的囊中之忙，间接归了四公主？母后早已派了段双双出任户部侍郎，明着是协助，实则是监督。户部终究是母后的，洛熙就算想争，也不敢太过放肆。那我们岂不是白白把得力人手送给龙承恩用？这太吃亏了。户部关系到天下民生，不是我们姐妹内斗的地方。眼下国库亏空，必须先稳住财政。你去通知那些账房，明日务必准时到户部点卯，让他们好生协助龙承安，不得有丝毫懈怠。属下遵命。龙帮东周分堂堂主时间，见过龙尚书。石堂主客气了。久闻龙帮分堂主事精明干练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
见面更胜文明，在商言商，客套话咱们就不必多说了。今日请石堂主赏光前来，龙某是想和龙帮谈一笔合作。这承蒙尚书大人看得起，只是龙帮有规矩，从不与朝廷官府做生意，还望大人见谅。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以前不行，不代表以后不行。别人不敢做的，不代表石堂主不能做。商机稍纵即逝，逆性而为才能抢占先机。大人所言极是，但此事事关重大，我石某人做不了主，还需禀报总堂。好酒，石堂主是懂酒之人，请尝尝。这是我尝过最好的酒，甘醇浓烈，余味悠长。敢问尚书大人，这酒是龙尚书亲手酿造的？不错，此酒是本官独创酿造，取名美人醉。烈酒虽好，不要贪杯。香凝，切一盘羊肉，再拿一壶酒来陪石堂主尽兴。尚书大人恕罪，实在是此酒太过迷人，一时失了分寸。我明白了，尚书大人今日请我来，不只是谈合作，更是想把这美人醉卖给我们龙帮。石堂主果然聪慧。我这边有2样东西想与龙帮合作，一是蜂窝煤，2便是这美人醉。朝廷负责供货，龙帮负责销往天下，利润按比例分成。没问题，美人醉如此佳酿，必定大卖。此事我石某便能做主，只是尚书大人能给我们多少货量？蜂窝煤不限量，龙帮要多少，朝廷便供多少。但美人醉酿造复杂，需用南粮上好的白米为原料。我要石堂主以米换酒，白米管够，酒便管够，就看石堂主能卖多少。没问题，南粮白米我龙帮渠道畅通，保证供应充足。那价人呢？尚书大人打算如何定价？斗酒300钱。美人醉虽好，但天下会的回春酒也才斗酒100钱而已，这个价格恐怕难以打开市场。石堂主，龙帮一直被天下会压着做低端市场，何时才能出头？我这美人醉只此一家，别无奔破，根本不愁销路。定价权在你手里。南梁文人好酒，蛮族骨寒需酒暖身，这2处市场，就算斗酒800钱，也有人抢着买。好，我信尚书大人的眼光，就按这个价试销一番。试销是应当的，除了南梁与蛮族，蜂窝煤可销往西夏，他们那边树木稀少，牛粪当柴，蜂窝煤必定抢手。没想到尚书大人不仅文韬武略，还如此精通商贾之道，实在令人佩服。略懂罢了。我已备好100缸美人醉，共计5000斗。石堂主今日便可派人拉回分团，早日铺货。多谢尚书大人爽快，合作愉快。这就是龙尘酿造出来的美人醉，不错。龙帮已在女儿城铺货，美人醉斗酒卖到800钱，南梁那边更是炒到了1000钱，依旧供不应求。按这个势头，户部2年内填补亏当，甚至实现盈余，绝非难事。这个龙尘真是机灵鬼，总能捋出奇谋。没想到一个武将之后，居然还有这般经商天赋。圣上，微臣有些担心，龙帮借助美人醉和蜂窝曼大赚特赚，必定会触动天下会的利益。天下会素来掌控天下商路，绝不会坐视龙帮崛起，到时候恐怕会对我东周不利，天下又将不太平。天下会，一群只会煽风点火、玩弄平衡的鼠辈罢了。如果那龙兴于野，天下归一的谶语是真的，天下会早晚要被铲除，何足惧哉？圣上，万一这谶语应验不在龙尘身上，而在南梁李成道身上呢？毕竟李成道字归一，与谶语后半句契合。不可能，李成道心胸狭隘，暴虐多疑，不过是个侍中良害功臣的卑劣小人，算什么东西？这谶语虽是人为捏造，但也暗合天意。若真有应验之日，必定在龙家，在龙尘身上。既然圣上知晓谶语是灭造的，为何还如此坚信会应验在龙尘身上？谶语这东西，即便起初是捏造的，传的人多了，信的人多了，变成了真的。龙家忠勇，龙尘天赋异禀，身负血海深仇，又有逆天机缘，他就是那个能搅动天下的人。